好，我们来给大家写生一下这一朵花，好不好？写成这一朵花，画这一朵绣球形的花。来，我们一起这个分解一下它的颜色，一起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。大家先看一下，这朵花要用到什么颜色。4尺4开的小品，4尺4开是69乘以34.5。好，我们就画一朵花，就一朵花，随便找个位置画，从哪里出枝，我们待会儿再看情况。一个简单的构图，颜色，来，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，它的颜色，好不好？来，颜色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。加3绿加胭脂，我们今天用一下这个画混的颜料，好不好？今天用一下画混的颜料，画混的这个玫瑰红，好不好？用一下这个玫瑰红，这个玫瑰红让你们试一下它的颜色。玫瑰红胭脂，玫瑰红胭脂，然后用一点点这个，看一下用一点什么？用一点3青，用一点3青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下颜色，玫瑰红，先来一点玫瑰红，可不要太多颜料啊，太多颜料浪费了，太浪费了。好，用了3青哈，一点点3青，用一点3青，再用一点点这个赭石吧，或者是焦茶，还用一点辅助颜色，用一个这个，用一个焦茶，我就不想再用那个颜料了，我直接就用这个，直接就用这个玛丽牌的颜料了。好，加一点焦茶。好，我们现在调色啊，这个是我们画花要用的颜色，底色还没有调呢，我们先来调一个底色。底色是太白3绿，有胭脂。太白3绿，还有胭脂。来加点水，调和。好，我们这里再加一个哈，加一个焦茶，辅助颜色，我们用这个焦茶色。来把笔洗一下，把我们画牡丹花的笔洗一下，然后调底色，太白3绿，还有这个胭脂。然后加这个胭脂3绿，太白加3绿胭脂一起调和。
我们可以调一点点3青在笔肚里面啊，不调也行。然后我们调这个玫瑰红，调这个玫瑰红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玫瑰红的颜色，它会有一些不一样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它跟我们平时我们用的玛丽牌的颜料这个玫瑰红，它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啊，看一下它的颜色，它的色调，你看它很鲜艳，看到了吗？很鲜艳，这个颜色有没有感觉到？有没有感觉到它很鲜艳啊？那我们这个颜色可以了，我们可以开始画了，可以开始画我们今天的小品啊。今天就画一幅小品。好，这朵花在这个中线朝上，中线上一点，其实随便找一个位置来画啊都不重要啊。这个小品的话，你把花画的任何一个位置，咱们都能构出图来啊。画到中线里也可以折一下，可以稍微折一下，画到中线朝上一点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大概的位置啊，画的偏右一点点的这个位置。好，然后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颜色，笔尖不停的去补充颜色。好，这个重叠这个花瓣。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我们现在还没有用胭脂，现在都是用的这个玫瑰红，没有用到胭脂。那这个虽然说是绣球型的花，但是也会画一些这种反瓣出来啊，也会画一些反瓣，先画一些这种反瓣出来。好，继续来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这个玫瑰红的颜色真的很好看啊。好，这种画一些各种碎一点的花瓣进来，各种各样的花瓣任意的去组合哈，有正反瓣，也有各种碎花瓣，各种花瓣任意的去组合。好，这里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，大点的花瓣，你看我们的笔尖是浅色的，刚好我们就需要这种浅色，慢慢的变浅出来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蘸少一点颜色，颜色不要蘸太多了。好，我们为什么留一些缝隙呢？看到了吗？留一些缝隙，因为我们缝隙里面待会儿要画这个更深一点的颜色。缝隙里面我们要画一些深一点的颜色进来，这样子会显得这个花会更加有层次，知道吧？好，再来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蘸一点玫瑰红。慢慢的颜色可以变深一点哈，有一些注意这一朵花它的颜色有这个深浅变化，就是一朵花里面有这个多一个颜色的层次在里面。好，这种浅色的这种感觉。好，再来蘸一丁点颜色，不要一次不要蘸太多颜色了。好，笔上现在有点干了，有点画不动，我们来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。补完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再来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
好，外围补一点这种浅色的花瓣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把中间这个深色的，或者是我们先把外围的浅色的先画了也可以，再来去补充中间的深色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先画外围的这个浅色，外围这个浅色我们可以加一点点三青，加一点点三青进来啊，补充一点点三青进来，然后调一点点啊，一丁点啊，千万不要多了，边上蘸一丁点这个颜色。边上蘸一丁点这个玫瑰红的颜色，好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再来蘸一点点底色，轻轻的蘸一下底色，轻轻的蘸一下底色。啊，这个颜色一定要浅哈，颜色一定要浅。啊，直接用，基本上只用这个底色去画了，这个时候就用这个底色去画就可以了。底色加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，一多了颜色一多了，它就变味了，就不一样了。好，这里画出一些虚的花瓣。好，这个颜色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话，我们可以扫一点点啊，把它花瓣的边缘扫一点点，跟我们这个上面的颜色有点类似的颜色扫一点点，让它更融合进来。好，有的时候可以回笔来去画。好，慢慢的颜色，慢慢的变化。稍微笔尖蘸一点点玫瑰红就可以了，千万不要蘸太多了啊。来蘸一点点啊。好，现在笔上又有点干啊，有点干，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蘸一下底色。好，我们来调整一下外形。好，可以蘸一点点这个三青啊，去一起调整，蘸一丁点，不要蘸太多了。好，蘸一点点颜色，蘸一点点三青去调整这个外形。外形的话，我们最后还要再去调，现在只是大略的调一下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？接下来我们就要调深色的颜色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要画中间的这个缝隙里面啊，把颜色调多一点，看一下，调多一点哈，调多一点。当然颜色也是由深到浅，慢慢的多，不是一下子。在笔尖上很多，它的颜色也是一个渐变色，颜色也是渐变色。你看由深到浅的渐变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笔肚上，颜色还是要调成这种渐变啊。但这个颜色就真的很深，然后调一点胭脂，调一点胭脂，调点胭脂之后，这个颜色就很黑，只有这个颜色才可以调到这么黑的，这么深的。好，把这个缝隙里面啊，缝隙里面需要画这个深色的地方，加上这个最深的颜色。
好像这些缝隙里面啊，缝隙里面加上最深的颜色进来。好，再来加一点点胭脂，再来加一点胭脂。好，缝隙里面加上最深的颜色，当然要有渐变啊。所以我们要点下去啊，这一笔要点下去，要点下去，让它有渐变的这个过程。这样子也要点下去。好，画出一些这个很深、颜色很深的地方。好，这样子层次才出得来，否则它是没有层次的。就是我们要把它的层次体现出来。好，我们笔尖再来一点点胭脂，画底下这个花瓣。底下我们先画一个深色的花瓣，蘸一点点胭脂啊，蘸一点点胭脂。这个花瓣稍微宽一点。好，慢慢的底下的花瓣再去展开它，再来蘸一点玫瑰红，蘸一点玫瑰红，蘸一点胭脂。好，再来一个。好，继续来展开它的花瓣，到底下的花瓣会慢慢的颜色会有一些深一点哈，一定要有这种深浅变化的这种层次，这个花画出来才好看。好，现在我们笔，如果说你不想那么深的时候，可以把笔去洗一下，笔去洗一下，然后我们重新再来调底色。好，来补充了底色之后，我们呢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笔尖调一点点玫瑰红就可以了啊，因为我们还要画一些这个反斑出来，还要画一些反斑啊，让它有一些这种交叉的这种感觉哈。好，底下再来一个，底下再来一个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。虽然这个包菜的话，这个绣球的话，跟其他绣球还是有一点点区别。好，它会有一些正，它会有一些这个正反斑的这种组合。好，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啊！刚刚这一笔有一点点不够均匀，所以说还是要调久一点点啊。好，画一些这个反斑，然后我们还是要再继续补充正斑。补充正斑的时候，颜色还是要稍微再深一点点哈，颜色要再深一点点。当然，直接这个玫瑰红加一丁点胭脂就可以了。来，加一丁点胭脂，不要加太多了。来，玫瑰红加一丁点胭脂。
好，这个就是长一点出来啊，不要都一样长。你看这个这么长，这个这么长，我们就把这个伸出来一点点啊，让它更长一点点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玫瑰红，补充一点胭脂哈，补充玫瑰红之后补充一点胭脂。来看一下这个花瓣，我们是得要画长还是画短？那先画一个，然后后面我们还可以再加哈，后面还可以再加。这个底下的花瓣，我们的颜色可以深一点，记得这个颜色的层次。慢慢到底下，到朝下的颜色一般都是深一点哈，朝下的颜色可以多调一点，笔尖上的颜色可以再深一点，多调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正半先补上，正半先补上。这两个花瓣有点类似，我们把它变一下，把这个把它包过来。好，包过来，它两个就不一样了，啊，就变了一下。好，把这个再加长一点点，让它包过来。刚刚这两个花瓣画的太像了，咱们就不要太类似的花瓣在一起，所以咱们就把它变了一下。好，待会儿这个外形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去调整啊。外形我们待会儿还要再继续调整。好，我们继续来，后面继续来画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了啊，继续来画花瓣的层次。好，我们来，笔上有点干哈，有点干的时候，我们就补充一点底色，轻轻的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就可以了。补充完底色之后，我们继续来调色，调这个玫瑰红。调玫瑰红，笔还是要睡在盘子里调，让这个颜色完全晕到笔肚上去，颜色不要只在笔尖上啊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花瓣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。那这里有一点节奏没有关系啊，有累积、有堆积的这个水分，你可以吸一下，水分在这里会有点反光哈，有点反光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补充花瓣。好，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再来补充一个花瓣，再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，因为笔上本身还有颜色的情况下，所以我们补充一点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来一层花瓣啊，来一层花瓣。好，我们继续，这个花瓣还要继续啊，花瓣还要继续往下叠加。那再往下叠加，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颜色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后面这个花瓣的颜色要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要这个底色要重新再调一下，底色要重新调，我们要把笔洗一下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把笔洗一下，把这个底色再调浓一点，把这个3绿全部加进去啊，3绿全部加进去，然后再加一点这个胭脂，再加一点胭脂。要再加点3绿，我看到这个盘子里有3绿，我们再来一点点啊。再来一点3绿，3绿少了，再加一点3绿，再加点胭脂，把这个底色再调浓一点，更浓一点，这样子它的这个花，整个花它才会有3个层次，上面的层次和下面的这个层次都是看着都是浅的，但是它的颜色里面的底色不一样，它会出来的效果不一样，还少了，我们再加一点3绿啊，再加点3绿，再加点胭脂。把它调得更脏一点，调成这种脏脏的这个颜色。
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一点点焦茶进来，先调一点底色是深的，然后我们再调一点焦茶，然后再去调这个玫瑰红，然后再去调这个玫瑰红哈，颜色要深一点哈，然后调胭脂，然后调胭脂。好，底下再来叠加这个花瓣，看这个花瓣要怎么画才好看呢？然后再来补充一点颜色啊，补充一点胭脂，这边继续来。好，这个底下补充的这一个花瓣，这个花瓣的颜色明显的这个底色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哈，底色是不一样，它会比较暗一点，比上面的颜色是比较暗一些的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花瓣啊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花瓣，我们就补充哪里。好，这里可以补充一些碎一点的花瓣进来，碎一点的花瓣啊，碎一点的花瓣进来。还是一样啊，底色不够的话，我们就去补充底色。画这个大花瓣，基本上一笔下去，这个底色就差不多用没了。我们要再补充一点底色，但是不要补充太多了。补充底色之后，调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，不要调太多颜色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我们这里画一些这种翘出来的花瓣，让它更加俏皮一点啊，整朵花。好，直接出边它，直接出边。好，可以来一点点三青了，画一点三青进来，一点三青，一点这个焦茶，然后一点胭脂，让颜色显得更加丰富一些啊。好，可以蘸一点点焦茶，蘸一点焦茶，蘸一点胭脂，让颜色更深一些。因为这些缝隙里面啊，缝隙里面是要补充更深一点的颜色。这样子整朵花它的层次感才会更加强烈。好，这里再补充一个花瓣出来。你看这边呢，就感觉这个大花瓣旁边有一些这种碎花瓣的这种感觉，要有大有小，有碎有整有碎，这样子整朵花它呈现的这种效果最终才会更好看一些。好，底下这里还要再继续加花瓣，要看一下怎么加才好看啊？咱们要看一下怎么加才好看。然后我们加一点三青，调一点三青。哎，这个三青不要混了。这个调一点三青，调一点焦茶，调一丁点胭脂啊，胭脂只能一丁点，千万不要太多了啊。好，这一个花瓣的颜色就更深一点哈，这个颜色层次非常重要。好，可以再加长一点啊，这个花瓣，这个颜色就又不一样了。颜色的这个深浅的这种变化，它又加了一个层次。感觉这一个颜色要跟它呼应一下，把这个颜色也变成跟它一样的颜色，好，这个花瓣还可以再包过来一点啊，包出来一点，把它再加大一些啊，再加大一点，包过来。好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整体的要怎么调整。我们现在要调整这一边的花瓣，这边花瓣呢，我们到下面的花瓣颜色深，到上面我们不要那么深了，不要那么深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去把这个笔上的这个深色的颜料去洗掉一下，然后再重新调底色。我们来加一点底色啊。现在整个的这个底色全部是这种深的。好，我们再来调整这一边的花型。这边花型我们调一点点这个三青哈，调一点点三青出来，加一点点三青，加一点点玫瑰红，控制一下水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一定要控制水分啊，加一点点玫瑰红。看一下这里这一个花瓣，
看一下这边这个花瓣怎么补充好看啊。但这个底色已经全部是深色的底色了。好，已经全部是深色的，没有办法浅了，那就直接是深色的啊，一个深出来的。然后这边上边还要再继续去调整一下啊。来调一点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点玫瑰红进来。好，这边的花瓣，每一个花瓣都很重要啊。每一个花瓣都很重要。好，再来调整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外形。外形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的，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啊。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。好，没有太大问题，我们就这朵花就基本上可以了啊。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调整的，我们就去调整一下，回一下笔哈，有一些地方可以回一下笔。哎呀，这个笔回的有一点弯啊，弯过去了，这个笔没有回的不太好看。用一点点浅浅的颜色去回笔啊，这一笔就回的有点深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它遮一下。遮一下它，调一点底色，我们重新调色，把这一笔遮一下。这笔没有画好，还是一样，调一点三青，调一点这个赭石，不是赭石哈，说错了，调点三青，调点焦茶，调点焦茶，调一点胭脂，调点玫瑰红，再调胭脂啊，调点玫瑰红，再调胭脂。玫瑰红少了一点点，再加一点玫瑰红，这一个花瓣还可以再红一点点。就是你画完之后，如果说万一画坏了，它也不是叫坏了，万一不太好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用这种方法去覆盖一下。当然尽量少用啊，少用，不要经常这样子去覆盖，偶尔去覆盖一下，能覆盖一点就覆盖一点嘛，是吧？因为刚刚这一笔一下子没有掌握好，回笔的时候回的有点浓。如果回的太浓，咱们这一笔就跳出来了，就影响了整个画面。来，再看一下整体的花型哈，看一下整体的花型还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。再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，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要调整的地方。有要调整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再回一下笔啊，回笔去调整。好，最后还可以再回笔去调整一下，回笔蘸一点点三青去回笔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蘸一丁点这个三青去回笔，在盘子的边缘蘸一丁点三青啊。好，蘸一丁点这个三青来回笔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让它透一点点，边缘透一点点这个蓝色的这种感觉，会更加有梦幻的这种味道。好，蘸一丁点三青，千万不要蘸多了啊，蘸多了它颜色可就变了。
中间这些花瓣有一些偶尔也要加一点点三青，让它呼应一下。趁它还没有完全干透的时候加进来，如果完全干透的时候你再加进来，它就不好看了。就趁它还有一点这个湿湿的这种感觉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就太干了，就不要加了。这个花瓣前面这个花瓣就已经太干了，我们就不要扫了，就是弄巧成拙了。等一下，好，这后面这些没有干的才可以去加哈。没有干的才可以去加，干了的话就不要去加了。好，我们画上花心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画上花心。来，我们画上一些花心哦。这个花心你可以画长一点点，画出这种丝丝的这种状态啊。来，可以画出它的这种丝丝的这种状态。好，密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多加一点啊，画密一点。这个花心也要有这个疏密关系哈，疏密关系。这一堆里面可以画多一点，就是在这种花心就画在这个最深的地方啊，颜色最深的这个地方。好，这里再加多一点。这一块是最密的。好，这些地方我们偶尔出个一两根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下面可以掉一些。好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，这个花心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花心就可以了。这个花头多大？这个花头你看一下，让我量一下这个花头有多大。15加7多少？22。等下这个还没有干哈，干了之后它会更滋润一点点，干了之后会更滋润一些。好，我们把它画完啊，把它画成一幅小品。我们用多余的颜料来画叶子啊，因为这个盘子里有很多这种绿色的各种绿色，就是用各种绿色去画就行了。不管叶子，你不用去纠结什么颜色。这里3绿比较多，我就用3绿和墨，去画。先画一个嫩枝干，那嫩枝干我们就用这个嫩绿旁边的嫩绿，然后这里刚好有胭脂，加点胭脂就可以画一个嫩枝干啊。来看一下这个这一幅小品怎么走啊？不用它太特殊啊，有的时候越简单越好看。好，这个枝干就这样子下来。我们画这个枝干的时候，你要看纸面啊。纸面的话，这么长，你这个枝干嫩枝干和老枝干不要对半分，一半一半，要么嫩枝干长，要么老枝干长，就尽量不要对半来分哈。好，这个还可以再长一点点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叶子怎么走。好，蘸点胭脂。
好，让它伸得远一点啊，这组叶子伸远一点。看这一组我们是放在这里还是放到这边？好，还是放到这边吧。好，我们先把这2组叶子画完之后，这里来一组，这组就到后面可以画一些嫩叶。那目前是这样子啊，目前是这里2组，这边1组。然后待会儿我们要加叶子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加。来，我们画叶子啊，直接用里面的3绿来画，就是用盘子里面的这些3绿啊，这种绿色调和一下，然后加点墨进来，直接调和加墨吧，画绿一点也没关系，偶尔画一张这个绿一点的也没有关系。好，来加墨，笔尖加墨。来，我们先画这一组叶子，这一组叶子直接让它破边啊。哎，这个墨加的太少了，再加一点啊。好，一边1组。好，一边1组。那后面还有1组到后面去了，可能就看不到了，我们就可以不画。然后这下面还可以一边还可以再画1组叶子啊。好，蘸一点3绿，蘸一点墨，还这边再来1组。画一下这个叶子的这种前后关系。好，这2组叶子都往上翻，2组叶子都往上翻。好，蘸一点3绿，蘸一点墨，我们再来这边画大一点哈，这个叶子再大一点。蘸3绿，然后蘸这个墨。真的不想把它遮掉，这个嫩叶真的很好看啊，这个地方是很好看的，本来不想把它遮掉的，但是叶子到这里来也没有办法，该不想遮掉也要遮掉了。好，这边叶子让它很多啊。好，这里画一个侧面的。好，这边就让它很多叶子，然后让这一组跳出来，让这一组叶子跳出来。好，这一组就很多叶子，很密很密。再来一点3绿，来一点墨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些叶子。好，再来一点嫩绿啊，嫩叶就用这个绿色加一点胭脂。嫩绿色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胭脂不够，感觉还再加一点。好，把它的叶柄再来补一下，用一点嫩绿加一点胭脂。
这个叶子我们就要分组，一组一组的，这一组的这一组和这一组，不要全部叶子往这个花下长出来，长成一堆一堆的，它就不好看。来勾一下它的叶茎。好，然后这个嫩叶用一下这个胭脂。好，把笔洗一下，笔肚里面有一点点水分的情况下，蘸一点墨，来画一个枝干。好，一条枝干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加一点点，再蘸一点点墨，加一点点出来。加一点点，可以加一个小嫩芽。像这些地方都可以加一点嫩芽，这个老枝干和嫩枝干衔接的地方加一点小嫩芽，然后这个可以加一个嫩芽。这个嫩芽你想把它再长出来一点啊，它也可以再长出来一点啊。好，这样子一幅很小的小品，一幅小品就这样子诞生了，完成。枝干上整理一下，加一些这种苔点进来，基本上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再提上款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直接来提上啊，直接把款提上，蘸点墨。提什么呢？来，我盖章盖的这个章是一个姓一个名，我的章是1厘米的啊，1厘米一个线，先盖一个姓，然后我们最好隔1.5的这个距离盖一个名，一姓一名，两个章，小章。小作品的话就盖小章，那这幅小品的话就成功了。